大家好，我们常听到中华、华夏、中国、祖国这些词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它们真的一样吗？其实，每一个词背后都有不同的历史故事，代表着不同的文明意义、族群认同，甚至是政治宣传。今天，我们就要一起来厘清这些名字的由来，看看历史如何被改写，又如何影响我们对身份和文化的理解。第一章：文明之花，中华与华夏。我们先来看中华这个词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伏羲氏，它不仅带来了文字、八卦，还播撒了各种技术，像是文明的种子。华的意思就像草木绽放的花朵，或树木伸展的华盖。中华就是从中绽放的文明之花，象征一种文化的辉煌。再来是华夏，大禹治水成功，东方世界第一次真正凝聚为一体。在长达1200年的安定与融合中，原本分散的族群逐渐形成一个共同体，于是华夏就成为文明与民族的象征。第二章：国族与疆域，中国与祖国。接下来，我们谈中国。在周朝之后，中国这个概念逐渐成型。当时，它其实只是天下之中的意思。到了唐宋，所谓的中国，更多指的是文化中国。但从元朝开始，这个词慢慢转向疆域中国，以土地和版图来定义国家。然而，无论是文化中国还是疆域中国，都有一种妄自尊大的天朝傲慢。那祖国呢？这个词可不是华夏文明里自生的概念，它其实来自14世纪欧洲兴起的民族主义。近年来，中共把祖国这个外来词汇引入，用来加强爱国叙事和统战宣传。所以，祖国本质上是现代政治的输入品，而不是我们古老文明的一部分。第三章：政权形态，朝、朝代、帝国、氏族。说到政权，就不能不谈朝和朝代。夏朝的大禹治水成功后，百姓与诸侯虽然获得解救与安置，但大洪水之后海平面抬升，两湖盆地淹成了南海，柴达木盆地也灌成了西海。每逢春夏冰融都会造成洪涝灾害，所以需要长期治理水患，就出现了昭惠制度。古书里有一句话：沃为小而天下弗敢臣。沃说的就是临时搭建的木杖，也就是最早的朝廷。等到商业下，才有了朝代更替的观念。虽然夏、商、周都是天下共主的体制，但周朝更进一步，用宗法礼制建立了家天下。这也是华夷之分和中国概念逐渐固定下来的时候。朝代制度是华夏文明所独有，帝国、王国、氏族则是人类文明所共有。帝国强调的是疆域势力和中央集权，像大秦帝国、大金帝国、大清帝国。王国规模较小，往往是封建或分裂的产物，像东周战国时代的秦国、魏国、赵国。而氏族的部落形态，则是血缘共同体，也是政权的原始级别。第四章：
历史错位与现实启示。不过，我们还要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元朝的祖国其实是蒙古，中共的祖国其实是苏联，他们继承的是疆域中国，而不是文化中国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往往透过摧毁中国文化来彰显自己的统治正当性。文化大革命对传统的破坏都是这样的例子。所以，当有人把中华、中国、祖国混在一起用，其实就是一种浑水摸鱼的混淆策略，模糊了文明、族群和政权之间的差别。第5章结尾收束。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：我们到底应该认同什么？是承载8000年文明的中华，是大禹治水后凝聚的华夏，还是某个政权所号召的祖国？文明是长远的，政权只是短暂的。厘清这些名字的差别，就是厘清我们对历史、对文化，甚至对自我身份的理解。